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金城资讯的 Polly。那接下来花一些时间跟大家简短的介绍一下 Tableau 的操作 demo 给大家看。那假设我要看一下我们的营业状况是如何，那我就把我的营业额点选2下，那这就是我这近几年来营业额的加总。但有时候呢，我想要看的是我的产品子类别，然后的各营业额的状况。那这时候呢，我就可以点一下我的产品子类别。那现在目前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我各类别的表现。那我想要做一个排序，例如说我想要由大到小排，那就可以看到我的营业额就依据各子类别的表现状况去做一个排序。那我按下一个钮，我就可以知道说他们各自的金额各自是多少。那有时候呢，我们会发现说后面这几个品项呢，他们其实营业额都是比较小的部分，那我们就可以把它做一个群组，它就被 group 起来了。OK，好，那这个的营业额的角度来看我各产品的表现状况。那假设说，我除了想知道我的营业额的状况之外，我还想知道说，难道我的营业额高，我的 profit 就比较高吗？这并不是绝对的嘛，所以我就会把我的 profit 放在颜色。我放在颜色之后，我们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状况，橘色的部分呢，就是代表我们的 profit 是 full 的部分。那尤其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 table 跟 broadcast 部分是表现的比较差的。那其实身为我们的行销的人员或者是我们的业务这边，我们就会去想要知道说，难道说我的每一个 region 的表现都不是那么的好的话吗？那我们就把我们的 region 拉进来，就可以看到说，其实呢，在我们 table 的分配的话，我们在西区表现的是不错的，但是在我们的中区、东区还有南区都表现比较差。假设我们的主管呢，他习惯先看西区在最上面，我们就把它拉到最上面。然后他习惯呢，接下来我要看东区的资料，好，我们就这个拖移。很快的，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这样子的结果。那除了以原本的这种类似这样子的表现去看之外，我们还可以用地理图的表现去看，所以我们就会按下 City 2下。那按下 City 2下呢，系统会帮我带出曾经跟我交易过的城市有哪些。那现在会看到什么都没有，是因为目前它的系统是预设我们是在台湾的地图，所以我们可以选定说，因为我们现在的 raw data 的都是在美国，所以我打了美国进去之后 ，OK， 好，我们按确定。好，上面可以看到这些点点的分布，这些点的意思就是代表这些城市有跟我们做过交易。那我想知道到底是哪一个城市跟我们交易的营业额是比较高呢？所以我把我们的 sales 放在我的大小，那我用大一点来看，好，所以我很快的就可以看到说，圈圈越大就代表它跟我们的营业额是越高，所以你有看到吗？我们的沿岸地区我们的营业额都很高。那接着我想看一下我们的 profit 的部分，所以我把 profit 放到颜色，所以就可以看到说，沿岸呢虽然我们的营业额比较高，但是其实呢不是所有的沿岸都是很赚钱的。像是这些地方，他们也是橘色的，橘色部分就是代表他们 profit 是比较低的部分。这部分其实是让我们要再更加去注意的。那如果说我们想要把这2张表做一个很快速的一个联动，我们可以怎么做呢？我们一样是用拖拉的方式把它放进来之后呢 ，OK， 好，我们来做个筛选的部分。然后接着的话，我们就可以，例如说，我们从长条形来看到说，我桌子，而且尤其是在东区的桌子表现得很差。那我按下去，东区是哪些地方呢？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纽约还有其他地方，我们都是表现得比较差的。或者是说，我们直接看到地理图，我们想要针对这个部分橘色部分去做一个看他说，在这个地区我们总共我们分别卖出了哪一些产品，跟他们的各自的营业额跟他们的profit 的状况是如何，所以这样很快的方式，我们就可以达到我们资料联动了。OK， 好，那除了这个介绍这个部分给大家看之外，还可以看到说，它不是只有支援美国的地图，台湾的地图它也是支援的哦。例如说，其实有像我们这种
比较多营业据点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有点点的地方，就是知道说哦，这个是我们的分店。所以以台中地区来讲的话，这里就有很多分店，然后甚至他就把他的分店的电话也写在上面了。那除了这个之外呢，OK，我们用放大来看，OK，好，你看一下。我们还可以看到每个分店它的营业额的状况，例如说大理店、潭子店，或者是往北竹南店，或者是东部的罗东店这样的话我们都可以看到当天它的营业额消费金额是多少。那如果说我们在做公司的目标检视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看到说，OK，这是以公司整体的方面来看的。那假设我 focus 在中区的部分，然后它就会依据中区，然后去，OK，这边我按住中区，然后就依据中区的部分去显示它的各组的营业状况。那假设说，OK，我们先把它放开，我想看一下三重店它什么品项卖比较好，那我们就按下三重店啊，这些资料就帮我们做个联动这个部分它个别经营的状况是如何。那有关于更多 Tableau 介绍，我们之后再做可以在之后再做简介。谢谢大家。